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我们这一次课讲酶的作用机制。我们都知道，在生物体中，无论是分解反应还是合成反应，生物催化剂酶的参与都使得反应更加容易发生。化学反应的本质是处于活化状态的分子之间有效碰撞的结果。那么，为什么酶分子可以增加这种有效的碰撞呢？这节课我们将从酶的活性部位和必需基团、中间产物学说、诱导契合学说以及影响酶催化效率的因素4个方面，对酶促反应的作用机制进行说明。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酶的结构。在上次课程中，我们已经提到了酶的活性中心的概念，知道酶的活性中心与催化反应相关。比如说，用安泰酶处理木瓜蛋白酶，当其原有的180个氨基酸残基被水解掉120个之后，剩余的短肽仍有水解蛋白质的活性。剩余的短肽部分就是酶的活性中心，可以直接与底物蛋白结合，并催化蛋白质的水解反应。酶的活性中心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结合部位和催化部位。结合部位主要与底物结合，催化部位催化反应进行。图片向我们展示了酶分子活性中心的结构。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概念，称为酶的必需基团。人们发现，与酶活性相关的部分还包括活性中心以外，对维持酶的空间构象所必须的一些基团。请大家注意，酶的必需基团包括酶活性中心和活性中心之外的区域。下面我们通过中间产物学说解释酶是如何催化反应的。人们通过对酶促反应的研究发现，在酶促反应中，底物和酶结合成为不稳定的中间产物，改变了反应的历程，然后中间产物再分解成酶与产物。我们用以下方程来描述酶促反应的过程：酶和底物形成 ES 中间复合物，然后再分解为产物。下图向我们展示了酶与底物之间中间复合物的形成，改变了反应的历程，降低了反应的活化能，反应更加容易发生了。下面我们用一个直观的图片来展示酶促反应的机制。登山者翻越山峰，从 A 点到达 B 点，原本是需要付出巨大的能量消耗的，这就类似于有酶催化的状态，反应需要的活化能大大降低，因而达到活化状态的分子数目增加，反应迅速进行。中间产物学说还不能够解释酶促反应的全部机制，特别是对酶促反应的专一性的问题，以及酶能够同时正逆两项加速反应进行，这都进一步需要诱导契合学说的说明。在1958年 Koshland 提出了诱导契合学说，认为酶活性部位的构象是柔韧可变的非刚性结构。酶分子的活性中心的结构原本并非与底物互相吻合，但酶分子的活性部位是柔性的，因而在受到底物的诱导之后，酶的活性部位构象改变，与底物结合，催化反应的进行，很好地解释了酶促反应专一性产生的机制。图片中展示了己糖基酶与底物葡萄糖分子结合前后酶分子空间结构的改变。生物催化剂酶相比较化学催化剂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酶通过构象的改变，专一高效地
催化反应的进行。说到影响酶催化效率的因素，这里我们再介绍5种机制，进一步说明为什么酶相比化学催化剂而言有着更高的催化效率。第一种影响酶催化效率的因素是临近效应和定向效应。酶促反应发生时，酶通过活性中心的结合部位与底物特异结合，并使得底物中的敏感键与酶分子的催化基团之间正确的取向，将分子间的反应近似于分子内的反应，使得反应容易进行。图片中的底物与酶分子之间的靠近和取向是有利于反应发生，而后者不利于反应的发生。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当通过熟人介绍新的朋友时，这种靠近和取向就是高效的。相比较，在茫茫人海中随机碰撞的效率就会高很多。酶促反应的临近效应与定向效应就与此类似。第二种因素，张力作用。酶与底物结合时，酶的构象会发生变化，酶分子的构象变化可对底物产生张力，使底物分子中的敏感键产生张力或变形，使敏感键更易于断裂。第三种因素，酸碱催化作用。酶活性中心的氨基、羧基、球基、拟唑基等都可作为质子的供体或受体对底物进行催化。在反应中，通过瞬时的向反应物提供质子，或从反应物接受质子，以稳定过渡态中间复合物，加速反应进行。比如溶菌酶的第35位谷氨酸残基向底物糖苷键的氧原子提供一个质子，促进了糖苷键的断裂。第四种因素，共价催化作用。在酶促反应中，酶的活性中心集团与底物发生亲和反应，通过共价键形成一个不稳定的共价中间复合物。如下图，酶分子的带负电的 X 集团对底物中缺电子的碳原子发动亲和攻击，促进了共价中间产物的形成，加速反应的进行。最后一种因素，微环境效应。酶的活性中心穴内是一个相对的非极性区，因此酶的催化集团被低介电环境包围，底物分子的敏感键和酶的催化集团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反应力。如溶菌酶的35位谷氨酸残基被疏水的氨基酸残基所环绕，与底物之间的反应能力很强，加速反应的进行。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